你以为文化差异呢是小事儿，扛就过去了。可现实是呢，很多出海团队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业务的问题，而是文化冲突引发的信任坍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出海企业常见的文化冲突问题，以及你该怎么做才不踩雷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我们来看一个案例，一家消费电子企业，他们在拉美设立了分公司，一上来就派了3位国内的业务骨干过去带队。半年后，总部就发现了问题。首先是项目进度严重拖延，当地的员工离职率飙升，派过去的中国主管开始抱怨，这帮人根本就不想干事儿。表面上呢是执行力差、人才不稳的问题，但根子里却藏着看不见的文化底层结构里。比如说，中国主管呢习惯命令式推进，但当地员工呢更重视平等表达。国内的节奏快，加班是常态。而拉美强调的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，加班视同为管理的失败。那我们更多的崇尚的是目标导向、闭环的反馈，而当地的文化更倾向于过程的参与和氛围的感受。因此，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管理动作，在海外可能是文化的雷区。越想管越带不动，越强调结果越受抵触。那我们甚至见过这样的中国主管一再强调必须按照总部的节奏推进，结果当场就有员工离席。在项目例会上，负责人希望快速定案，而本地的员工却坚持流程要走完。所以特别注意，文化冲突不是一个礼节性的问题，它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风险。一旦爆发，就不只是效率下降这么简单，更重要的可能是直接导致组织信任的坍塌。那问题来了，出海企业常见的文化冲突到底可不可控呢？那其实来讲，文化冲突是有规律可循的。我们在项目中总结出最常见的4种冲突的维度。第一种维度就是领导风格冲突。中国管理者呢，通常偏向于强势推动型，强调指令清晰、服从执行。但在很多国家，比如说像在欧洲、拉美国家，领导风格呢更偏向于协作引导型，强调的是对员工情绪的理解与过程的共建。因此，这种冲突一旦产生，就会导致下属表面服从，实际是抵触的。那最终的结果表现就是管理者不断的施压，而员工逐渐的流失。第二种类型就是沟通方式的冲突。那中国式沟通追求的是高效直接，喜欢定目标压实现，但是很多我们却强调的是铺垫与铺陈，更习惯在沟通中间来建立一种情绪的链接。比如说，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外派的项目经理在德国就受到投诉是太强硬，不尊重人。结果一了解，只是邮件写得太简洁，请、谢谢都没有加，让人家感觉到一点都不尊重。类型3就是反馈的风格冲突。中国管理者习惯问题导向，认为指出问题、督促改进是基本动作，但在很多文化中，这种直接的批评就是对个人的不尊重，尤其是在公开场合，会极大的来打击员工的尊严和自尊心。有一次我们访谈当地员工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不是不能被指导，而是希望我能先被肯定，再被帮助。所以这显然是方法的问题。类型4，信任建立方式的不同。那中国人更倾向于先做事儿，事儿做成了之后，自然就建立起了信任。然而在很多国家，员工则更重视先做人，没有这种感情的链接，工作是没办法深入合作的。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者在海外做事效率低下，因为信任的桥梁没有搭建起来。那 HR 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破呢？其实文化冲突并不是不可控，只是说大多数企业没有将文化冲突纳入到管理机制中间去。我们通常建议从以下3大路径来入手解决文化冲突的问题。第一个是设立文化的适应期和文化的反馈通道。企业不能指望员工一出国门就立即适应，所以在派遣培训必须强调涵盖文化敏感点，比如说语言表达的差异、行为的边界、
法律的禁区等等。那第二个是在派后安排文化教练机制，让员工每月都有反馈，时时都有人陪伴，那让员工少踩坑，少走弯路。第三个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双向的文化适配，既要让派出去的人适应当地，同时呢也要让当地的员工来了解中国的管理风格是怎么样的。举个例子，一家东南亚出海企业呢推行了文化适应教练加上观察日志制度，每个月员工反馈3件文化不适应的事项，并且有专人的跟进。那1个季度做下来之后，投诉率下降了40%。第二个就是打造文化混编团队机制。那文化不是灌输出来的，而是共创出来的。那我们建议在关键的岗位采用混编机制。第一个就是由本地员工加1个国内外派的员工共同来负责1个项目。第二个，培训课程由双方共同来设计，共同来授课。第三个是流程制度，在设计初期就引入本地的代表参与，让本地员工有更多的参与感。那这种机制设计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平等协作，而不是单边输出。文化的冲突往往是因为单边的强推，合作机制一变，冲突自然就弱化了。第三个就是建立组织文化共识体系。当然，组织文化不能只是贴在墙上的口号。我们在项目中经常会构建3层的文化共识。第一层是统一价值观定义，确保全球组织语言统一。第二层就是因地制宜表达形式，比如在拉美强调激情，在德国强调理性。第三层是制度与文化的联动，文化落地到 KPI 考核标准和表彰体系中，让文化呢真正能够渗入到员工的行为和日常的管理中间去。那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，组织文化不能光靠人力部门来推动，更需要高管的亲自参与，并做文化样板。一家制造企业在泰国打造了中泰双语文化行为手，通过真人真事来讲解文化，3个月内员工的满意度呢提升了30%，主管的跨文化反馈问题下降了50%。那应该说方法再好也要能落地。我们建议 HR 采用文化融合3步法作为标准落地的流程。第一个就是建立文化适应地图，每个目标国对应一份文化风险与适应地图，那么从价值观、管理风格、法律习俗等多角度来做出风险的预测，并附上管理的建议。那第二步，组织文化共创机制，设立文化阅读会，由本地员工呢与国内团队共议一项文化融合议题，比如说绩效反馈该怎么做，跨文化会议该怎么开。第三步呢，将文化融合真正纳入到 KPI 考核机制中间去，建立文化适应度指标，比如说是否有文化冲突的投诉，是否能积极参与共创，将这些指标呢纳入到绩效反馈中间，从而推动文化指标成为硬约束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我们看到很多出海失败的案例，不是市场搞不定，而是团队先上的。所以文化冲突这颗地雷埋在认知底下，不拆迟早要爆。因此组织要出海，文化先登陆，这是基本原则。文化是组织在异国他乡最硬的实力。如果你想要这期提到的文化适应地图模板、文化教练机制清单和文化融合地图，欢迎在评论区打上文化工具包，我就发给你这套实用的模板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是老方，下一期我们一起来聊聊外派员工复归机制该怎么设计，别让人才出得去却回不来。关注我，期待下一次再见，谢谢。